终究最后残存的理智还是让他松了力。是啊，他死了，一切都死无对证了。可这一切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是他啊？真相大白又如何？一切都再不能回到从前。可偏偏他不能不让那些死去的人安息，松开对宿舍的束缚。魏无羡从大笑到痛哭，直到那骇人的谎从口中源源不断的溢出，人也软倒下去。他看见蓝忘机抱住自己惊慌失措的脸，更看见人是苟延残喘的苏舍，趁机拾起地上的残剑，让人反应不及的向着他后背刺了过来。时间如同静止了一般，蓝忘机看着自己被推开后魏无羡胸间插着的剑，一掌便把苏舍拍出很远，人也被蓝家弟子抓住，看着那大片大片的黄源源不断的流出，他止不住的发抖，不是颤抖的去捂住魏无羡的伤口，就是去擦拭他口中呕出的鲜血。不要，魏婴，不，还是护住了针，好自在没说出口，那细瘦苍白的手便垂落在地，指缝间尽是血迹。终于他可以歇了，最后他还是护住了想护的人，真好。他累了，真的累了，再不想参与这世间的烦扰。遗憾的是，始终还是没有好好对这人说再见。对不起了，小古板。魏婴，蓝忘机轻轻的推了推再无任何反应任何气息的人，天地间好像只剩下自己的呼吸，浑身的血液都倒流一般直冲向头顶，耳旁轰轰发鸣。他轻握住那沾满鲜血无力垂落在地的手，抚上自己脸庞。为什么这么冰冷？为什么他的魏婴为什么这么的冷？是不是真的很冷？失去理智般的把人紧紧拥抱住，魏无羡就这样安静的仰在他臂弯，惨白清俊的脸上血迹斑驳，紧闭着眸子，而蓝忘机就这样趴在他无力的脖颈处，听话的可怕，好似随便他怎么折腾都可以。直到一旁的陈情无端就这样断为两截，声响细微，却把蓝忘机彻底的震醒，撕心裂肺的吼叫荡在山间，许久都不见消散。半年后，静室的床榻之上，身着白色里衣的人安安静静的躺着，大概是天气炎热，衣服微微敞开，露出里面带着不正常惨白的肌肤，微微被汗水浸湿，心脏和胸膛处各有一道浅色的疤痕，清静的脸也同身体一样的惨白，那双磕上的眸子也好似从来没有睁开过，轻轻浅浅的呼吸着。蓝忘机走近，把他垂落在床侧的手轻轻的放到自己唇下吻了上去，随后又放置在他身侧，打了水，小心翼翼又极度温柔的解开他胸前的衣服，为他擦拭着汗珠。魏婴，天热，都出了汗，擦拭一下就舒服了。他轻声的说着，这种自言自语的生活已经过了半年，可还是几分满足，至少这人还是可怜自己，没有离开。看着那刺眼的伤痕，蓝忘机还是不由自主想起半年前，他看着断了的陈情，抱着没有一点脉搏呼吸的人，实实在在的入了魔，整个人疯疯癫癫，可却也没有想到自家那个极度厌恶不守家规、修习邪术的叔父会使用禁术救这人。听见他们说这人还有救，还有一丝残留的生气后，整个人又瞬间清明了起来，却还是一次次如同疯了、死了一样的看着那人的一切。他们轻哄着把他从自己手中抱走，撕开他的衣服，把伤口周围的腐肉剜去，止血包扎后又用刀向着他的心脏处划开，鲜血顺着他身子流淌下来，染红了身下的垫背。而那人从始至终没有一丝动弹，只是惨白着脸，紧闭着眼，随意别人怎么凌迟一般。他疯了一般的想要挣脱，叫他们别用刀划他。他很痛，他真的很痛，可还是被死死禁锢着，只能嘶声竭力的叫唤着。他看着叔父不知用了什么法术，蓝色的灵力如同泄洪般冲进他的心脏处，而那人突然间便睁开双眼，费力喘过气的那一刻又软塌下去，那双眸子又慢慢的闭上，还是一样安静的可怕。看着叔父竭力救治后被人扶坐下去，那些人才松开他。他跌跌撞撞的去握那人的手，轻轻的碰他磕上的眸子，明明刚才醒来了，为什么又睡了？可幸好他能感觉到那微弱的呼吸，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又活了过来。他跪到叔父面前，重重的一磕，头顶传来轻抚，好似多年前失去母亲夜里惊醒时那般，叔父也会轻轻的摸自己的头安慰一般。终究蓝启人还是见不得自己从小看大疼爱的孩子就此一生疯疯癫癫，终究也几分心疼那个猛然差点死去的人，而他曾经也是这其中的一个恶人。他的魏婴没有再醒来，叔父告诉他这人是被强拉回来的，怨气一边侵蚀他身体的同时也护着他心脏，现下他体内一点怨气也没有，大概是他从前自己用怨气充当着金丹，现下才发现这人竟然体内空空，
没有一点金丹的气息，又受此重伤，莫说不知何时醒来，就算醒来，这身体也毁得七七八八，只能信仰着。他这才知道他受了多大的苦。一语道破，他定定地看着依旧安静躺着的人，从温宁口中知道了所有。他痛恨自己没有早点发现，更恨自己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没有站在他身边，还去质问他，责怪他。而之前在夷陵当着自己杀掉的释迦弟子，也是他精血所变，为了让自己放弃他，远离是非，如今胸口那道伤，还是为自己而受。一想到所有，他便颤抖着身体，直直的起不了身。他把魏无羡抱回自己的境室，谁都抢不走，也不能伤害。是夜，他跪坐在魏无羡床榻之前，整张脸趴在那只冰冷的手心里，哭得身体直发抖。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清冷言行规矩的人会这般哭得让人心疼。飘远的思绪被拉回，又继续看着安静听话随意被他折腾的人，把湿帕放入盆里，为他换上新的干净里衣时，还是忍不住向那2道伤疤看去，手轻轻的抚摸着，像是怕人疼了一般，擦拭后的身体微微的发凉。蓝忘机很是不喜欢他的身体发冷，每每如此，他总会想起冰冷着身体躺在自己怀里的人，魔怔一般，竟是低身向着那伤口吻去，轻轻的舔舐着，手也扣紧着那无力吸收的纸，好像这样就能把所有的寒冷给驱除一般。可也只有这时，他才会这般肆无忌惮的发泄着自己的感情。魏婴，这样对你，该是讨厌的吧？可我还是控制不住，所以求你，快些好起来，随你打骂都可，我爱你，深入骨髓。还是一样，每天蓝忘机都会和魏无羡说话，他会侧躺在他身侧，把那无力的手搭在自己身上，然后温柔的看着那镌刻入骨的容颜，从发梢眉角轻抚到脸庞下巴，就这样静静的看着。魏婴，查了这么久，一切都清楚了，从穷奇到劫杀到后面种种，你想不到吧？我也想不到，是金光瑶所为。你醒来，我细细说给你听好不好？睡了这么久，不累吗？呵呵，我忘了，我的魏婴最喜赖床，从前现在怎么睡都睡不够。没有得到回应，他又继续自言自语的答道。不等温存几分，外面就有弟子急忙慌乱的冲了进来。他叔父救了这人一命后，就开始闭关休养，而兄长也受不了金光瑶的刺激，也同样闭关凝心。线下云深大小事都是自己拿主意，几乎每个几日都有这样的情况，只是今日却这般的慌乱，像极了每次江城来要人那般，让他微微皱了眉。韩光君，是江宗主，他又来了。果不其然，如自己所料，这半年间江城不止一次来要人，他怎么可能会把他交给其他人呢？这是自己的命，谁都别想夺走他的魏婴。陈卓莲走了出去，江城还是那般恨极模样，像是要把自己千刀万剐似的。他愤愤的道：蓝忘机，把魏无羡交出来，